月潘静》刚播出时，很多观众只是将它当作一部古装言情剧。女主角白露一身古韵仙气，男主潘越神秘深沉，开场的一场救命之恩情节让不少人误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愉快的仙侠恋爱片，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情推进来看，白月潘静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和命运感。白露饰演的白娘子并非一般的傻白甜角色，而是将军之后，肩负着家族血仇与修仙使命，而潘越，一个被误解的魔神，承载着灭族之痛与千年的孤独。这部剧在前几集中就埋下了浓重的伏笔，最终引爆情感高潮。白露本人也曾表示，我们这部戏并不轻松，从头到尾都有挑战，哭戏很多，情绪极其密集。这并非一句客套，而是他对角色的深刻体悟。在众多仙侠题材剧集中，仙与魔的设定几乎总是以对立出现，不是你死我活，就是爱而不得。但白月潘静却勇敢地打破这一传统，为观众呈现了一段极具张力的情感线。白露饰演的白娘子本是一心向仙，以斩魔为使命的修道者，而潘越却是千年前魔界逃亡的魔神遗孤。他们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命运精心安排下的一场试炼。白娘子初见潘越，是在救他性命的瞬间。彼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被重伤的人竟是昔日魔界的公主之子。观众在那个瞬间也和他一样，无法判断这是救错人还是解开一个新的纠葛。然而，正是这份错误的开始，引发了两人之间一系列情感碰撞。在接下来的剧情中，白娘子多次质疑自己的情感，为何我会为一个魔而心动？而潘越则始终以一种克制的态度守护着她，若你愿，我可以放弃魔的身份，只为你而活。这样的情感拉扯，在剧中尤为动人，观众仿佛被拉进这场本不应存在的爱情中，随着两人每一次靠近而屏息，又随着命运的阻隔而心碎。更值得称道的是，该剧并没有走爱极大义的套路，反而让白娘子与潘越在一次次试炼中共同成长。他们不是彼此的弱点，而是彼此的力量源泉。当白娘子面对同门质疑时，是潘越用真心守护她；而当潘越陷入魔性暴走边缘时，是白娘子用一滴泪换回了他的理智。这种爱情不是肤浅的你侬我侬，而是一种灵魂互相理解的深层契合。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爱不一定非要在同一个世界中，只要心意相通，纵然隔着万丈深渊，也终能抵达彼此。这种反套路设定与情感刻画，既打破了观众对仙魔设定的疲劳，也为整个剧情赋予了别样的深度。这不仅是一场仙魔之恋，更是一场心灵共振的旅程。提起白露，许多观众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她柔和的外表与灵动的气质，但在白月潘静中，她的演技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蜕变，尤其在连拍6场哭戏时，观众仿佛看到了她灵魂级的演出。第31集到第33集是整部剧情感密度最高的阶段。在这几集中，白娘子不仅要面对来自正道师门的背叛，还要亲眼看着潘越为救她而魂飞魄散。这种打击不是简单的情感崩塌，而是整个信仰体系的瓦解。而白露正是在这极限情绪中，把一个痛失所爱的角色演得真实而震撼。尤其是第32集的一幕，白娘子在月下呆立，怀抱潘越的残魂，声音颤抖，眼泪无声流淌。当她喃喃低语为什么你要替我去死，那一瞬间，观众几乎能感受到她心中的撕裂。她不是在演戏，而是把整个灵魂都注入了角色之中。这种表现早已超越哭泣的范畴，而是情绪层面的深度展现。导演朱德班在拍摄这几场戏时几度喊停，只为给演员缓冲情绪。有一次，拍完一场白娘子哭晕在潘越怀中的镜头，白露久久无法从情绪中抽离，坐在地上流泪不止。剧组人员不敢上前，只能静静等待她释放完所有情感。这样一场又一场情感极限挑战，不只是对白露的考验，更是对整部剧质量的保障。
观众并没有看到强行煽情的表演痕迹，而是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在绝境中挣扎、痛哭、崩溃，乃至于最终释怀。这一切演绎也彻底打动了观众。弹幕中不乏被白鹿哭到心碎，一边看一边跟着流泪的评论，甚至有观众表示，我以为我早已百毒不侵，却没想到在第33集哭成了傻子。白月潘靖靠的不仅仅是颜值或特效，而是演员实打实的情感投入。白鹿的表演成功将白娘子从纸面上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信仰的人。这种感染力才是好演员与好作品的真正标志。值得一提的是，白月潘靖并非原创剧本，而是改编自丁玲的小说《白月上仙》。丁玲以细腻笔触书写神魔之间的爱情悲剧，在剧本还原度方面得到了原著粉丝的广泛认可。小说中的白娘子更偏理性冷静，而剧版则在情感层面上做了更多铺陈，尤其是对白鹿与潘越之间知己之心的描写，极大增强了代入感。剧中另一部重要作品《天谷归真》也与本剧遥相呼应，讲述了月笛与天开的故事。他们的爱情像极了白娘子和潘越的前世今生版本，一个战死，一个入魔，一个先爱，一个后知，最终却都归于错过二字。一开始，不少观众对于白月潘靖持保留态度，甚至批评其造型老套、剧情套路。但随着剧情深入，情节反转逐渐展开，口碑也随之逆转。从豆瓣到微博，从短视频平台到影评公众号，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为这对仙魔恋人落泪。有粉丝评论道，本以为是娱乐片，结果哭得我连纸巾都不够。从最初的轻看到如今的真情实感，这部剧用扎实的剧本与深刻的表演征服了挑剔的观众。热度突破9000点，预售量突破515万，不是偶然，而是实力的体现。近年来，白鹿不断挑战自我，从周生如故的沉静隐忍到宁安如梦的权谋女主，再到白月潘靖的仙侠女将，她一次次打破观众对她的固有印象。这部剧中，白鹿的眼神、语调、动作都极具层次感。从初识潘越时的冷静防备，到信任建立后的柔情似水，再到最后的绝望崩溃，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会演戏的演员。她不是演白娘子，她就是白娘子本身。正如有观众评论说，没有白鹿，白月潘靖不会这么动人。据白鹿透露，大结局将极为悲伤。剧情发展至后期，白娘子为救天下，舍弃爱情，而潘越也选择以自身魂力镇压魔界裂缝，二人再无重逢可能。当第33集播出那一刻，网络几乎瘫痪。潘越死了成为热搜第一，白鹿痛哭的画面被疯狂转发，弹幕上几乎全是呜，不接受结局，导演你还我潘越。但正如剧中潘越所言，爱并不是非要在一起，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成全，一种牺牲，一种永恒。据幕后人员透露，白月潘靖的拍摄历时半年，从场景布置到特效制作都追求极致。尤其是月光下的花海、潘越的魔界孤岛、白娘子修行洞府等场景，皆为实景搭建，避免过度依赖 CG。 在结尾部分的一场大战，剧组动用了超过300位群演，打造神魔对战的史诗级场面。每一位主创都表示，这是我们最用心的一部剧。正是这种匠心精神，让白月潘靖不仅是一部爱情剧，更是一部具有艺术价值与情感深度的影视佳作。在一场媒体采访中，白鹿动情地说，白月潘靖不是一部用来轻松娱乐的剧，它更像是一场关于信仰、牺牲、爱的旅程。我们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灵魂的碰撞。他还补充道，感谢每一个支持我们的观众，是你们的泪水、评论、转发，让我们知道一切都值得。虽然第1季已经结束，但观众们的讨论却并未停止。网上关于潘越是否还有复活可能、白娘子是否能重修仙道，以及第2季能否原班人马回归的话题持续火爆。制作方尚未公开回应，但种种迹象表明，
白月潘靖很可能会拍续集，而白鹿是否再度出演将成为最大的悬念。感谢与互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被白月潘靖的剧情打动，如果你也曾为白鹿与潘越的爱情落泪，那就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感受吧。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影视解析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幕后故事、演员访谈，欢迎订阅。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